校花明明白天才拒绝了我的表白，没想到晚上却又跟我去了酒店。看着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我却没有半点欲望，反而一脸嫌弃，只因女神在喝酒时被人动了手脚，而且她的父亲此时也正在门口听着动静，只要我稍有动作，他就会立马冲进来，当场把我告上法庭。事后连女神都指控我想图谋不轨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便在牢狱中度过。如今我重生一次，再次面临选择。我走到床前，看着面色潮红的江洛涵，饶是我两世为人，也不得不惊叹她的颜值。但这次可不能再被人家堵在门口抓赃报他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抱着江洛涵走出了房间。当初自己才洗完澡，还没开始行动就被人按住，多半是有人告密，把地址发给了江洛涵的父亲。果然，我走不到5分钟，一辆豪车就停在了酒店门口，正是江洛涵的父亲江哲。一下车就火急火燎地冲进了酒店。等到他一起踹开房门后，整个人却是傻了眼。房间里面空无一人。他不死心地打了江洛涵的电话，可还是只听到了关机提示音。冷静下来的江哲，最后在我班主任那里要到了我爸的联系方式。当我爸于信学知道我的事情后，整个人顿时傻了，因为我爸是律师，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。如果坐实的话，我的后半辈子就算是毁了。他急忙出门来到了2人约定好的地方。江哲见到我爸后，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。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！我爸自知理亏，只能承受着江哲的怒火。江哲也确实很有实力，手下资产数十亿，而且还是汉江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。2人见面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，随后查起了监控，但监控画面太过模糊，一时间也查不到取信。就在众人万分焦急的时候，江哲接到了江洛涵打来的电话。一接通电话，听到是我的声音，更加焦急了起来。江南，我家洛涵呢？你家洛涵喝了点酒，开始想着让他在酒店休一会，醒过来后自己回去，可是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，我就送他到医院来了。听到这话，江哲和我爸同时松了口气。没事就好。在哪个医院？老爸，你怎么也在？先别管，告诉我你们在哪个医院？在市医院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那边就挂掉了电话。一扭头，发现江洛涵正睁大眼睛看着我。我去，你醒了啊？刚刚用你手机给你爸打了个电话，相信他很快就到了。谢谢。江洛涵虽然刚刚意识模糊，但还是清楚外面发生的事。没事，既然你醒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说完后，我就打算起身离开。江洛涵看着我的背影，心里微微发酸。以前自己感冒在学医务室输液，江南也假装生病跟着掉了一下午的葡萄糖，现在态度却是这么敷衍。难道就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表白？江南，怎么了？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做朋友吗？江洛涵的目光中带着些许期待，而我则是思考了起来。上一世我就是他的舔狗，关键到最后还一无所有。见我没有回复，江洛涵还想说些什么，这时护士走了进来。病人醒了呀，不过还是需要再换1瓶药哦。护士年龄不大，说话的声音很温柔，换药的时候还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你女朋友真漂亮。”你别误会，她只是我同学，不是女朋友。江洛涵抿着嘴，一言不发，撇头看向另一边，像是在生气。不好意思啊，看着你背着她进来的样子，还以为你们是……没事没事，悄悄告诉你，其实我喜欢的是穿白大褂的女孩，1.6米左右的最好，这样就不用垫脚尖了。有毛，帅哥，你这么会说话，一定交过很多女朋友吧？才没有，我一直为了爱情守身如玉。他们都说我傻，以前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不过自从见到你后，我觉得我的坚持挺明智的。小护士被我说的心里飘飘然，药换完了，小护士还有其他工作不敢耽误，只能遗憾地看着我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帅哥，要不然加个 QQ？” 好啊，你 QQ 是多少？我待会回去加你。小护士拿出纸笔写好后，就塞到了我的手里。记得加我。好啊。看着护士离开，我心里不禁感叹。年轻真好。江南，你以前怎么没说过你喜欢护士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，好好养着吧。拜拜了，您嘞。眼见我离开，江洛涵的眼睛突然有些发酸。在他印象中，我一直是只死舔狗，可今天却冷漠的可怕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看着我和其他女孩子聊得开心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刚出医院没多久，江哲就驾车赶到医院门口，后面跟着的是我爸的车，最后面还有一辆警车。我心里一阵后怕，还好我鸡贼跑得快，不然又要进局子了。没过多久，他父亲江哲就带着警察赶过来。江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聚会的时候，江洛涵喝了点酒就昏睡过去了，到医院后才醒过来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具体什么情况，您还是去问问医生吧。小伙子，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再走。娄警官，看来是个误会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江哲知道江洛涵没事，很快冷静了下来。他不止一次从江洛涵口中听到我的名字，也问过老师，大家对我的评价都还不错。老爹，今天有点累了，我想回家。江南，谢谢你。岳律师，今天这件事是我的不对，改天我登门道歉。道歉就不用了，快去看看孩子吧。对了，江叔叔，那个医药费我交了312，开房给江洛涵休息用了128，打车用了6块，一共是446，抹个零头，您给我450就行了。04年的450块可是我自己大半年的零花钱，要是这样没了，这不得肉疼死。你小子丢不丢人？
走啊，江总，抱歉啊，小孩子不懂事。哪里，是我疏忽了。江哲反应过来后也是尴尬一笑，然后就拿出一叠钞票递给我。江叔叔再见，替我给江洛涵问声好。说完我就和老爹一起走了。江总，这是洛涵的化验单，他应该是被人下了药。查一查洛涵今晚去过哪些地方，和谁接触过，还有给我发消息的那个手机号。江哲交代完后，收敛了所有负面情绪，一脸慈祥地走进了病房。洛涵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爸，您来了呀！江洛涵见到江哲后很是欣喜，可是眼光却是不自觉地飘向他的身后。江南呢？他回去了。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和同学一起参加高中毕业聚会，喝着喝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江洛涵仔细回忆着今天所发生的事。此刻我已回到了家里，打开了班级聊天群，里面已经炸开了锅。江南，最后我看到你扶着大校花走了，还有人说你们去酒店了，真的假的？不可细说。大哥，你在哪？我去找了你。我的女神啊！卧槽，大哥快细说一下。眼看群里越来越乱，江洛涵连忙出来发了一句：谢谢大家关心，我在家。我就说嘛，大校花怎么看得上他？幸好，江南你快出来！我见没热闹看了就退了出去。谁知江洛涵给我发了一条私聊：你为什么在群里说那种话？我说啥了？算了，今晚谢谢你。江洛涵有些无语地发了这句话。平时我都是秒回他的信息，但这次等了许久都没见我的回复。第二天一早，刺耳的铃声在客厅响了起来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睡？桌子上给你留了点钱，自己去吃饭。此时我也注意到了桌子上的100块钱。在金钱方面，父母从来没有亏待过我。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开门后，竟然是江洛涵，跟他一起的是一男一女。男生是江洛涵身边的舔狗之一，也是高中班上的班长马宇豪，旁边是这一届的市状元苏婉，唯一一个被首都大学录取的高材生。叔叔阿姨在吗？上班去了。你们有事吗？我们打算今天去看望夏树老师，路过你这的时候，洛涵说叫上你一起，要去吗？去看老叔啊？等我一下。如果是其他事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找个理由随口敷衍过去。相较于和他们一起肆意的挥洒青春，我更想赚点钱好到大学去快活。我可太了解有钱人的快乐了，尤其是在大学生活中。不过是去看老叔的话，倒是可以挤出点时间，因为他是我见过最好最纯粹的老师。可惜天妒英才，前世不到60岁他就生病走了。江南，昨晚你居然在群里散布谣言，是何居心啊？不就是洛涵拒绝你了吗？你至于污蔑他的清白吗？路上，马宇豪一直在找我的朋友，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江洛涵的注意力。散布谣言？我说啥了？你说。行了，那边有水果店，我们去买点水果吧。说完，江洛涵就红着脸走了。毕竟他昨晚被我放在了床上，结果我什么也没做，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洛涵，等等我。马宇豪瞪了我一眼后，就小跑着追了上去。倒是苏婉若有所思，洛涵刚刚的表情不像是什么事没发生过啊？难道真的？不介意我抽根蚊香吗？不介意。前世我是从拘留所出来后学会的，重生回来后也没能改掉这个习惯。当洛涵去买水果，舔狗马宇豪跟在后面献殷勤。江南，你说我们买点什么比较好？江洛涵感觉有段时间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，就回头叫了我一声，恰巧就看到了我在抽蚊香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的自己会有点小生气，刚想质问我，可是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质问的理由，只能弱弱的叹了口气。抽蚊香不好。江南，虽然洛涵拒绝了你，但是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啊！抽蚊香也不能改变什么，何苦这样呢？到了大学，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等着你。关你屁事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江洛涵也是皱眉。从昨晚开始，他感觉江南变了，变得特别陌生，一点都不像自己认识的那个江南了。难道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拒绝了表白，不当男女朋友就不能再当朋友了吗？我只是不想这么早谈恋爱而已。问，这是好事，智者不入爱河。你们青春正好，就该志存高远，好好读书，报效祖国，别整天想那些情情爱爱的虚度光阴。我吗？你不是吗？我的青春喂了狗。更何况我是个俗人，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，赚点钱，多找几个女朋友一起。江南，你的意思是我是狗？好，我狗给你。我擦，你还真咬啊！此时的江洛涵却是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气消了就走吧，再这样闹下去就赶不上老叔的午饭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看着江南离开的背影，江洛涵还待在原地。小婉，我刚刚为什么会生气啊？因为他说你是狗。江洛涵轻轻摇了摇头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最生气的好像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江南的另一句话。就是这句，他居然说我是狗。我们也走吧。洛涵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，江南这是自暴自弃了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，我还有机会。洛涵来了，还有几个同学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再等等吧。洛涵，你不是拒绝了江南吗？他怎么还跟着你呀？江洛涵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是他主动叫江南来的。
今天是来看舒老师的，大家都是同学。我懂，看老师哪有什么不带的呀？明摆着就是想跟着你才来的。老叔才不会收学生们的礼物，你送的越多，他就越不开心，等着被骂吧。老叔，快出来，你的学生们来看你呢。师母，这些水果放哪？下次过来还带东西，我可就不开门了。这些东西你们待会走的时候都带回去，给你们父母。舒老师，这是送给您的，您就留着吧。这么多，我当饭吃都吃不完，放久了就坏了。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。江南，这是给老师的，你自己什么都不带，居然还吃我们送给老师的水果。就是，难怪洛寒不喜欢你。老师都说了，他吃不完，我们作为学生，当然要替老师分担啊。就没见过你这样脸皮厚的人。秀清啊，你去把这些水果洗一洗，给孩子们吃吧。老叔说完后就准备点上一支蚊香，我敢提醒道：舒老师，抽烟有害健康，还是别抽了。老叔也是一阵错愕，什么时候开始，连学生都敢说自己？省医院的后名医生明天要到我们市医院来做诊一天，我帮你挂了个号。你最近反正没事，去看看吧。要是没问题再抽。江南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老师能有什么问题？真是的，会不会说话？江南，快跟老师道歉！你看师母都生气了。江南，江洛寒也焦急的小声提醒了他一下。我知道这有些太过唐突，但是没办法，舒老师上一世就是死于肺病，而侯医生在肺病领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存在。正好我妈是侯医生的学生，这才给了一个号。江南，你说的是省医院呼吸科的后名医生？是的，师母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，江南。随后师母就拉着老叔进房间聊事情去了。周围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从我和师母的谈话中依稀猜测到了老叔可能身体不舒服，似乎还比较严重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感弥漫开来。老叔都说了没什么大事，你们有什么担心的？待会他出来看见你们这个样子，让他怎么想？江南，你是怎么知道舒老师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给他挂个号呢？送烟酒太俗，送水果太浪费，我就想着送点不一样的呗。反正老叔现在也没事，去看看也无所谓。就这只是这样？那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会算命。江洛寒不信，周围的人也不信，也是，可能就是蒙的吧。不过作为老叔的得意门生，我还是谢谢你了。马宇豪作为班长，自身的成绩本来就很好，家境也不错，可惜他格局太小了，注定了成就有限。在我的带动下，气氛逐渐活跃起来。韩晓和我讨论了一会《还珠格格》的剧情后，实在忍不住了。五阿哥放弃江山，都下之话，选择和小燕子远走江湖，那叫深情，不叫蠢。哼，这才是我们理想中的爱情。又是一个被琼瑶阿姨洗脑。行吧，是我蠢的我。如果有选择的机会，当然是全都要。洛寒，还好你拒绝了他，这人的思想有点危险。表白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什么只爱你一人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江洛寒绯红着脸制止了陈晓。说完后，他抬头看了江南一眼。昨晚我当着他的闹小护士 QQ， 现在更是熟若无睹的和其他女生玩闹。现在的他好像真的没有把我当回事了。想到这，江洛寒的心里越来越难受。对了，江南，你打算报哪所学校？我妈想让我报医科大或者师范类学校，安安稳稳拿个铁饭碗。我爸想让我去理工类，不过我的想法和他们有点不一样。那你是什么想法？理工大学就是个和尚庙，住孤生，我肯定不去。师范院校女生虽然多，但是当老师太枯燥了，我洒脱惯了，就不去误人子弟了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那医科大呢？你怎么不想去？女生也挺多的呀。找个医生当女朋友就更可怕了，惹他生气了，说不定捅我几十刀，刀刀避开要害，痛也就痛了，最后还只是算个轻伤，不影响下次继续动刀。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？照你这种思路，我想想看，你不会想去财经类院校吧？漂亮女生多，又不死板，发展前景还不错。不愧是班里唯一一个首都大学的高材生啊，聪明。好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家里太小，吃饭不方便，我请大家下馆子吧。饿死我了，早饭都没吃呢。活该，谁让你那么晚才起床的？江洛寒不知怎么了，此刻他的语气中带着幽怨。校花趁着聚会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却遭到我无情拒绝。殊不知最爱我的人竟在我的身边。酸汤肥牛，清蒸鲈鱼，糖醋里脊。江南，点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吃不完我打包回去当晚饭可以吧？好了，暂时就这些吧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大家都在有说有笑的，可惜快乐是属于别人的。江南插不上嘴，同样闷着不说话的还有江洛寒。洛寒，你怎么了？从老师家出来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江洛寒撇着嘴，抬头看了看江南，又低下了头。没事。以前吃饭的时候，江南总是抢着坐他旁边，今天却对他避而远之。江南，你这是要让舒老师破费啊？你这一顿点的，舒老师1个月的零花钱都没了。没事，大家喜欢吃就行，随便点。师母都没说啥，你们一天瞎操心。这次大家应该考得都不错，说不定是状元都在我们班呢。老叔的奖金肯定不少，大家别心疼他。江南，你说，如果是状元真的在我们班的话，最有可能是谁？
呵呵，你的这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，不就是想让我夸夸你？放心吧，肯定不是你。切，那你说还能是谁？苏婉啊。我。对呀。谢谢，那我借你吉言喽。说谢谢多见外，如果真的拿了是状元，学校的奖金可不少啊。我觉得吧，是不是该请我吃个饭之类的，让我沾沾喜气？苏婉长相温婉甜美，自带一个书香门第大家闺女的气质，班上喜欢她的人也不少。但是她察觉到后，都会刻意的去保持距离，让那些人意识到不可为，从而放弃。好啊，如果我真的是状元，就请你吃饭，吃啥你定。那确实得认真想想了。洛寒，江南是不是追你不成，去追苏婉了呀？果然是个人渣败类。不过他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自己配得上苏婉吗？江洛寒对于江南态度的变化不思难受，听到陈晓在耳边吐槽后，就更烦躁了。江南，我爸爸说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有空吧？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瞪大了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可以吧？过段时间吧，今晚没空。没空只是我的推辞罢了。我想见江哲，纯粹是为了拉投资。现在自己手里什么项目都没有，单纯的吃个饭太不划算了。江洛寒神情略微呆滞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邀请江南，结果却被拒绝。可能大家都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劲，饭局也就早早的结束了。下午你们什么安排？要不然去我家玩。下午我要自己去快活了，你们玩开心。老叔，你明天带着身份证直接去市医院就行。下午我想去游戏厅，一起吗？游戏厅？你确定？在我的印象中，苏婉该去的地方应该是书店才对。早就想去了，一直没这个机会。南哥你来了，玩台球还是？等会，这是嫂子吗？什么嫂子？这是我同学。不好意思，南哥游戏币自己去吧台拿，想玩什么随意。好的，你忙你的吧，不用管我们。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挨得特别近了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，就是太好看了。谢谢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见。看着学校外的旧街老上，苏婉笑了笑。应该早就忘了吧？可是我还记得呀，不过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了。就算以后去其他城市了，想来依然可以来啊。你不玩了？太菜了，不想玩，嘿嘿。江南，有没有时间送我回家？走呗。苏婉的家距离学校不算远，走路也就20来分钟。两人的话不多，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。你就这么确定我是我们市的状元？你就当我会未卜先知吧。那你说，如果我真是状元，能去首都大吗？你就放心大胆的填报吧，首都大的录取名单上肯定有你的名字。要是真的如你所说，你想吃什么，我请你吃个够。那可就说好了。好了，谢谢你送我，我回去了，再见。苏婉到了别就上去了，江南看着他消失在楼梯口后就走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苏婉到家后立马来到窗户边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了，才坐到电脑面前，打开空间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条说说。最怀念的是清晨的那一缕阳光透在窗户落在你的身上，看了3年，喜欢了3年。美女学霸的一条说说让校花感受到了危机，于是下定决心要将江南重新追回。回来了，洗一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对了，洛寒给你打了几个电话，你待会给他回一个吧，万一有什么事呢？后天我休假，我们去通讯店给你看个手机。马上上大学的人了，有个手机方便点。手机暂时不用买。你说啥？有了手机后会加大早恋的可能，你也不想年纪轻轻就当奶奶吧？要是让我知道了你敢祸害人家姑娘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好了妈，手机我会自己去买的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好歹我也是个重生者，在别人书里早就开上豪车买上别墅了，现在还花父母的钱，有点丢人啊。老妈刚想再说我什么，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去接吧，多半是洛寒打来的，这孩子还不错，有时间的话约到家里来玩。你好，哪位？江南，你下午去哪了？下午啊，游戏厅玩啊。听到是在游戏厅时，江洛寒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。饭局结束回到家后，有人给他说看见江南和苏婉一起走了，他开始还不信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这两人八竿子也打不着。你家不是有电脑吗？为什么还去游戏厅呀？那种地方太乱了，以后最好别再去了。谢谢提醒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挂了。江南的冷淡让江洛寒措手不及。以前的他和自己打电话，一打就是半个小时。江南，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吗？以前啊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骚扰到你了，抱歉。眼见那边并没有回复，我也就不懂了。最后在挂断电话的时候，似乎听到了江洛寒的抽泣声，大概是听错了吧？他怎么可能会哭呢？妈，老于到底在忙活啥呀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？你舅舅遇到点事，找你爸帮忙处理，可能要晚点回来。舅舅怎么了？没啥大事，你爸在帮忙解决呢。00年的时候，舅舅开了一家制衣厂，生意很不错，短短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。
制衣厂也扩大了1倍不止。按照行情来说，应该越来越好才对。可就是在04年我在拘留所期间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直接导致了他的破产。按照现在来算，还有一段时间，明天去问也来得及。江洛涵看着 QQ 空间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仔细想想，高中3年，他确信江南喜欢的是自己，和其他女生的关系很纯粹，和苏婉之间更没什么联系。不行不行，我得问问小婉。小婉，今天下午去哪了？我想跟你去图书馆，可是出了饭店就没看到你人了。游戏厅真的很好玩。江洛涵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。和江南一起的吗？呐。拒绝了，就真的不可能了吗？高中3年，他早就习惯了江南一直跟在自己后面。不过我好像把他弄丢了呀。不行，混蛋，我一点要把你找回来。江南自然不知道江洛涵的想法，此时的他早就呼呼大睡了起来。第二天清晨，江南刚走出房门，就看见了舅舅在客厅。小南醒了呀？舅舅，你怎么不到房间里面去睡会？我这边在看会资料。哎呀，怎么都10点了？不行，我得再去一趟厂里。小南啊，我先走了。老舅，你休息一会再走吧。没事，待会你爸爸醒了之后跟他说一声，我先走了，这段时间太麻烦他了。何聪说完就赶忙出门了，可能因为一晚没睡的缘故，文件都忘了带走。我看着文件上的资料，眉头逐渐紧锁，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才把所有内容看完。按照文件上面的情况来看，老舅真的已经到绝路了。现在资金链断裂，100多万的窟窿，如果处理不好，这个倾注了他所有心血的制衣厂就算彻底完蛋了。资料你看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老舅明显是被人下套了，难道是同行恶意竞争？国外有个运动服装品牌卡帕，打算在我们市找个代理工厂。考察的时候去过你舅舅那里，有合作意向。卡帕呀，在04年的时候，这个牌子还是挺火的，可是后来跟不上国内消费的需求，加上转型失败，最后没落了。所以你怀疑是有人故意想让老舅资金链断裂，然后收购服装厂，这样少了个竞标对手，又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。这是最大的可能。只有行内人才能轻松地处理掉前面那几批次的订单。果然商场如战场啊，在利益面前，所有人都是不择手段。老于，你说是不是只要解决了这批库存，回笼足够的资金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？是啊，不过哪有那么容易？江南眼中闪过一道金光，没想到啊，重生回来后还没享受到安逸休闲的日子，就又要回归商场的尔虞我诈了。给老舅打电话，就说我可以帮他回笼资金。舅舅的工厂遭同行暗算，破产危机在即。我靠着前世的创业经历来帮舅舅力挽狂澜。小南啊，真的有办法吗？1周时间筹够100万啊？不就是100万吗？你仓库里不是还堆着6万多件衣服，卖了不就有了？小南啊，舅舅我就是个粗人，没什么文化。你爸爸说你有办法，你就肯定有办法，就别在这埋汰舅舅了。要是6万件衣服这么好处理，我也就没有这么焦虑了。舅舅就把那6万件衣服交给我处理，我尽量在1周内筹够100万。何聪不知道江南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连忙看向了一旁的于信学。你让小南给你讲讲他的想法，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，就让他试试吧。如果觉得不行，那就再想其他办法。见舅舅答应后，江南就开始给他解释起来。你觉得6万件出不完的原因是把它看成一个整体，的确很难有人一次性下这么多订单。如果将6万件拆分开零售呢？何聪叹了口气，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。零售量太小，6万件不知道的卖到什么时候了。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当然费劲，如果几百上千人呢？那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啊。舅舅，我为什么要市场？我又不去市场上卖。什么意思？地摊经济听说过吧？很多人都想做生意赚钱，但是或多或少因为担忧亏损问题不敢去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担忧。摆地摊的人没有房租水电，唯一担忧的就是进的货能不能卖出去。我们如果给他们说卖不出我们会原价甚至更高的价格回收的话，他们会是什么反应？老于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让那些想做服装生意的人在我们这拿货，我们给他提供经营保障。举个例子，有人找我们拿了100件衣服，半个月没卖出去，那这100件衣服我们就原价回收。如果他卖了50件，那剩下的50件我们每件加价5元做回收，剩的越少，我们的回收价就越高，就当个短期理财产品。你说人家愿不愿意找我们拿货？舅舅也听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可这也是权宜之计啊。半个月后要是都来退货了，我们又没钱给怎么办？如果所有人都把在银行的存款取出来的花，那银行的现金肯定不够。但是银行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不停的有人在往里面存钱，取钱的人取出来的也不过是前面的人存进去的。老舅特殊时期可以用特殊办法，现在最主要的是就是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我们这里进货。于信学和很多有钱人打过交道，也明白一些金融道理，只是没想到今天确实从自己儿子口中听到了。何聪也听明白了，这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。老舅特殊时期可以用特殊办法。小南，我觉得可以试试。
具体怎么操作你来决定。只要这次能够渡过难关，老舅一定给你送份大礼。失败了也没关系，舅舅看好你。失败的可能性不大，就算这次失败了，以后也有的是机会赚钱。随后何聪拿着江南给的方案走了，去安排一些交接事宜。04年虽说黄金遍地，但也处处藏着危机，就像老旧的制衣厂，各种明争暗斗太多了。能够在这个时期发家的人，无疑不是有着强硬的手段或者强大的背景。嗨，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掉这6万件衣服。从哪里去拉人呢？对了，高中班级群。经过我的一阵忽悠，断断续续拉来了几人。就在我们决定摆摊地点和方案时，江洛涵突然发了一条消息：你打算去哪儿摆摊？我过来和你一起。你凑什么热闹？你又不缺钱，就算要实践，也去你爸爸的公司轮岗啊！那么大的家业等着你接手呢。你别管我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来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做。不管江洛涵出于什么目的，他参与进来肯定是件好事。到时候忽悠一下，万一这丫头热血上头，他老爸帮他注册一家服装品牌呢，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我在家，你过来吧。制衣厂破产风波在即，看江南如何在7天内回笼100万资金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天算起，在接下来7天时间里面，我们要回笼100万的资金，是吧？对的。在得到江南肯定的答复后，江洛涵仔细思考了起来。7天100万，每天就得有15万的样子才行。江南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光是靠同学，那肯定不行，毕竟大家还都只是学生。也没其他办法，只有联系中介宣传推广，拉人呗。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？你说说看。让我用一下电脑。江洛涵熟练地登录了 QQ， 小手飞快地打字，标题很醒目，助力每个有梦想的人实现财务自由。简单地介绍了业务后，在末尾还留下了电话号码。朋友们，帮忙转发后可以找我领取1Q币的奖励。我擦，一定是穿越的时候被烧糊涂了。新媒体宣传啊，亏自己前世靠做新媒体发家的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江洛涵一转身，俩人差点来个亲密接触，惊呼一声后，他的小脸瞬间变得通红，原本就好看的脸颊更加迷人了。有一说一，江洛涵是真的好看呀。你觉得这样可行吗？肯定行。这种赚钱方式，江洛涵只在金融案例中看到过，没想到江南居然实打实的开始做了。虽然现在只是个开始，还不知道结局，但是依照他的眼光来看，成绩绝对不会太差。江南，你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的？只不过是疾病乱投医罢了。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，说说已经被转发了上千次，而江洛涵的电话也被打爆了。不行了，江南，我忙不过来。所以你干嘛留自己电话呢？我哪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吗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，不然我工资还没拿到就猝死了。江南看着江洛涵这副小女生姿态，一时间竟有点凝神，直到江洛涵说了说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你在设置里面开个来电转接，所有陌生号码都转接到这个座机号码上。在江洛涵回复消息期间，江南便用座机与何聪进行了联系。舅舅一口答应下来，并安排了专业的接听员24小时坐在电话面前，随时接单。走吧，刚刚接了几单，现在我们去我舅舅制衣厂。下楼后，我本想打车过去，可被江洛涵给叫住了。我开车过来的。同样是18岁，我还在为生活发愁，有的人却是开上了奥迪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帮忙问问江叔叔，我能叫他爸爸吗？不用 BBA， 给我个2手桑塔纳开开就行。江洛涵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快走啦！来到工厂后，舅舅便一一给我介绍了起来。这些人我都交代过了，会全力配合你工作。小南，舅舅是没什么办法了，你也不要有压力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感谢你。老舅，你放心，毕竟就算亏的也不是我的钱。何总，有客人到了。小南，我先过去一趟，你在这先看看吧。对了，小南总，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宣传的？真厉害！刚刚我听到接电话的妹妹在吐槽，电话就一直没停过。开始我也在苦恼怎么办，是她想出来的办法，通过 QQ 空间去做宣传。耶，洛涵你真聪明。在几人闲聊的时候，老徐带着第一批经销商已经走了过来。我只要50件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要拿多少货你自己定就行。半个月后要是没卖出去或者不想做这个生意了，提前1天跟我们联系，直接来退就行。徐正说着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江南，他就是做市场营销出身的，在看到这种销售模式后，简直惊为天人。这次一旦成功，利好的不仅是制衣厂，还有整个汉江市的创业环境。第一批的货物交接很顺利，以每件30的价格售出了100件。虽然3000块钱对制衣厂目前的窟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但这只是开始啊。小南总，何总说了，现在开始所有的资金全部存入一个新的账户，那个账户只有您签字后才能动用，这是账户密钥，您收好。张姐一边说着，一边将一个电子 U 盘递给了江南。我也没再客气，接过密钥后随手揣进了兜里。这时徐正又带着人进来了，在看到订单上确定有15天可退回的字样后，他一口气订了200件。
正在经销商订购衣服时，高中同学们也到了办公室。哟，这不马宇豪，马班长吗？你不去做家教，跑这来干啥？你是怎么哄骗洛涵帮你发宣传的？哄骗？他就在这，你等会去问他呗。马宇豪刚想骂我，就看见江洛涵走了过来。江南，你们也在呢。洛涵，你在这做什么呀？我跟着过来玩的。你们是来拿衣服的吗？在得到几人可定的答复后，他笑得更灿烂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也打算拿一些去摆地摊。你们打算去拿？我们分开，免得一起抢生意。马宇豪在一旁看着江洛涵，几次想要开口，最终都咽了下去。年轻人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加油！毕竟以后是自己未来公司的部门主管，可不能就这样失去了锐气啊！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滚蛋！马宇豪走后，江洛涵才凑了上来。对了，找我什么事？刚刚我一个堂哥给我打电话，说是看到了我的说，对这个项目很有兴趣，也想参与进来。不过他人在省城，问能不能发快递过去。还是小看了他的影响力啊！这么快就出汉江市了？当然能，而且我们可以出全部的运费。不过我堂哥想以代理的方式进来，他负责省城市场的开拓，我们来提供货物，每件客单价不变，他要我们手上5块的利润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江南的内心无比激动，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当前最难的就是开发市场，自己连汉江市都没走出去，就有人想着帮忙去开发省城市场，这无疑是天大的惊喜。不行嘛，我也觉得5块的让利太多了，我再跟他聊聊，再降一点。你这个堂哥是做什么？他在读大学，明年毕业，好像是在做什么网购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经过江洛涵这么一提醒，江南也想起来，电商平台这几年好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跟你堂哥说可以，不过他得保证我们在市场的占有量，不然省城的代理我们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。毕竟再有几个月，我应该就回去那里读书了。没问题。校花为了能早日追回我，竟求着我陪她一起去摆地摊。完事后允诺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江南，我也想着去试着摆摊，一定很好玩。不去？哼！6月天气正热，就算到了晚上，也好不到哪去。这种天气就适合回去吹空调。你不去，我就一直缠着你，烦着你。江洛涵一改往日的清高恬静，像个小怨妇似的，拉着我的胳膊唠叨个不停。你喜欢就行，反正我就是不去。哎呀，你就和我一起去嘛，好不好？只要答应和我一起去摆摊，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，只要不太过分都行。正当我打算直接回家时，却被江洛涵拦住了去路。我做梦也没想到江洛涵会有如此女儿态的一天。虽然他帮了我不少忙，单凭这可不能出卖自己的色相。女人，我的要求你满足不了，乖，让开，我们不同路。就不，你就答应我一次嘛，好不好？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给你当一个暑假的司机，你想去哪跟我说，我立马到。此刻江南心动了。现在买车不在经济承受范围，而且还没考驾照呢，的确不方便。如果有个自带奥迪的司机，那简直太棒了。江洛涵也注意到了江南表情的变化。你想想，以后肯定会经常往返制衣厂和家里的，没有车多不方便呀。我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吗？我只是单纯的想去摆地摊体验生活而已。走，仓库拿货。哦耶，走吧。说着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注意到，居然拉着江南的手朝着库房走去。江南，你说我们去哪儿摆啊？情侣街。江洛涵对哪里也是充满了好奇，眼神中充满着期待。去那里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小活动呀？比如说买情侣装送玫瑰之类的。有的人真就是上天赏饭吃，就拿做生意来说，真就有无师自通的。可以，但是我们去哪儿拿花呢？我可没钱啊。我有个表姐就是做鲜花配送的，等等，我问问她。在汉江市，似乎就没有江洛涵办不到的，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鲜花的问题。搞定，我表姐说确定好了地点后直接送过去。不愧是江洛涵啊，真厉害。走吧，先来100件试试水，成本算我的，如果卖出去了利润平分。不行，这是我自己的生意，你只是陪我打工的，要分清。那行吧，反正你这个小富婆有钱。江洛涵的车技很好，没一会就到了情侣街。江南，我们去那边吧，看着人挺多的。按理说这种人多的地方摆摊的应该很多才是，怎么一个都没看见？管他呢，大不了到时候自己撒腿就跑。江洛涵腿短，跑不快，被抓的是他。俩人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把摊子摆好了。江南，接下来怎么做啊？开始吼吗？你去隔壁文具店买点 A3 纸张，上面写卖衣服送玫瑰，全场30元起，那个起字写小一点。啊，哦，明白了。江洛涵的反应很快，连忙去照做了。做好一切后，江南便开始吆喝起来：随便挑，随便选，衣服清仓大甩卖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现在买还送玫瑰花。没过多久，还真有不少人为了过来。这件衣服怎么卖？30元嘛。这件80元。说话的时候，江洛涵的声音都在颤抖。这个臭江南，心真黑，20元的衣服居然敢喊价80啊，便宜点吧，要不30。这可是你们写的30呀。30块的是那边的，面料差，
款式旧，虽然你就算穿那种也很好看，但是和你的风格还是不符合。我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看来，你穿这件特别好看，你是我们第一个客人。要不这样吧，给你8折，64块钱你拿走。在我的花言巧语下，那个女孩还是心动了。你男朋友太会说了，以后可得小心点，这种人肯定一堆烂桃花。啊，江洛涵本就有点脸红，这下子更红了。好的，谢谢提醒。摆地摊做生意有种现象叫做聚集效应，江南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吆喝的时候也很社牛的跟路人打招呼，这就导致了摊位前的人越来越多。江南，今天还不错，2个多小时卖了50多件了。待会我们收摊后去吃烧烤吧。这么多啊，那是不是可以提前收摊了？不行，我还没玩够。哎，看来不收摊似乎也不行了。怎么了？江南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一行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是你们摆的？谁让你们在这摆摊的？罚款1000！你们以为自己是警察，有执法权和罚款权吗？没人教你好好说话，非要来找存在感。小子，想在女人面前露脸也得掂量掂量自己。这情侣街就是我说了算，开始交1000就可以走了。现在嘛，还是把你家大人叫过来领人吧。小兄弟，赶紧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吧。这是成哥，情侣街的保安队长，这一片治安都是他负责的。江南，江洛涵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从小被娇生惯养的他从未见过这种场面。要不然给他们钱吧。不可能，你先跑到车上去报警，待会我激怒他们，让他们动手。我看了，这里有天网摄像头，只要他们动手了，剩下的事交给老于就行了。你保护好自己，放心吧，今天算是遇到贵人了。江南还没说完，江洛涵不愿意听了，直接站了出来。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？现在不是钱的事了，想走也简单，你留下来陪我们喝杯酒再走吧。他刚说完，就被江南一脚踹翻到了地上。妈的，给我打！你快跑啊！明明刚刚还一脸惊恐的江洛涵，此时却是冷静了下来，摇了摇头。你们怎么不上啊？成哥见几个小弟没上去，又怒吼了一声，可他们还是没动。上什么上？你嫌不嫌丢人？徐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种小事我来处理就行了。你处理个屁！我让你给我买几朵玫瑰，你就是这么来买的。徐总呵斥完成哥后，脸上挂着殷勤的笑容走了过来。洛涵，对不起，这事吓着你了。徐叔叔跟你道个歉，是我管理不严疏忽了，过来给洛涵道歉。刚刚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自己掌嘴。成哥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是自己得罪不起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。够了，徐叔叔，你自己处理就行，我先走了。还是谢谢你及时赶到。呆子，收拾东西回去了。好，来了。